黄牛和水牛可以杂交吗？它们的后代能否成新的物种？在以前科技发展缓慢的阶段，农户家中大多会养一些牛、驴等家畜进行农耕，牛作为农耕中的主要劳动力，直至现在依旧在一些落后地区被人们频繁使用着。而在农耕中最常见的就是黄牛和水牛两种。那么黄牛和水牛有什么区别呢？它们是同一个物种吗？尽管黄牛和水牛都属于牛科动物，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的。黄牛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牛类，它们的皮毛大多是黄色的，因此被称为黄牛。但也有一部分黄牛的皮毛为红棕色和黑色，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，比较好饲养，在炎热季节依旧可以正常活动觅食，在寒冷季节，它们也是不畏严寒，一如既往的采食牧草、残根、枯枝。黄牛不仅有较强的抗病能力，而且对不少疾病也有特殊的抵抗力。目前我国常见的黄牛有5个品种，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布。虽然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，它们依旧被作为主要劳动力，但是在大部分时候，它们已经成为了皮革或牛肉的来源。水牛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牛类，它们身上皮毛稀疏，颜色大多为黑色或灰色。由于水牛的皮厚，而且汗腺不发达，无法快速有效地进行散热，所以它们会长时间浸泡在水中，以达到散热的目的，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水牛。它们的分布范围也比较广泛，但由于它们怕热的特性，所以只在我国南部地区比较常见。与黄牛相比，水牛的利用率较低，即使在农村地区，它们一年中也仅有1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劳动，其他时间都被人们闲养在家中。尽管水牛的体型非常大，但是它们的脾气却十分温顺，相较于黄牛来说，水牛更容易饲养，所以随着农业的发展，人们渐渐放弃了用水牛作为劳动力。那么同样曾被当作劳动力的水牛和黄牛，它们之间是否可以进行杂交呢？从它们两个的繁殖周期来看，黄牛的发情期主要集中在每年的6到9月，而水牛的发情期在每年的10到11月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它们的发情期几乎没有重叠，所以发生交配行为的概率很小。但这一点并不能完全说明水牛和黄牛无法进行交配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证明猜想。水牛和黄牛的生活方式以及分布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，这让它们产生交集的概率很小。除此之外，二者之间的基因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两个物种要想成功繁殖，那么它们之间必定不存在生殖隔离。而黄牛和水牛虽然都是牛亚科动物，但它们却同亚不同属。根据专家对牛科动物的研究，发现黄牛是人们将大自然中的原牛驯化而来的结果，而水牛则是由南方地区的野水牛驯化而来的，所以它们在本质上还是有着一定区别。黄牛体内拥有着60条染色体，而水牛却只有48条染色体，这一点导致它们完全即使交配了，也无法令雌性一方怀孕。在自然界中，也有着存在生殖隔离的2种动物生下后代的例子，比如说马和驴生下了骡子，老虎和狮子的后代叫做狮虎兽。为什么这些动物之间存在生殖隔离，依旧可以生下后代呢？它们打破了生殖隔离吗？老虎和狮子同样作为猫科动物，它们虽然不属于同一物种，但它们的基因有着一定的相似度。狮虎兽也是在人类的干预下才产生的物种，并不是它们自然选择的结果，并且狮虎兽的寿命并不长久，也无法生育后代，所以并不能算是新的物种。而骡子作为马和驴的后代，同样无法进行繁殖，因此可以看出，自然界中的生殖隔离并没有被打破。那么生殖隔离有可能被打破吗？其实从理论上来看，生殖隔离是很难被打破的。如果生殖隔离被打破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一旦生殖隔离被打破，这可能会大大提高自然界中生物的多样性，但这并不算是一件好事。毕竟如果各种生物之间可以随意交配，我们就无法预估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后代，而这些新物种又是否会给人类带来新的麻烦，一切都是不可控的因素，甚至严重了会严重破坏和谐的生态环境，导致地球上大部分生物的灭绝。所以生殖隔离的存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